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之前分享过很多水煎的系列，像是水煎五花肉、水煎牛肋条，很多朋友一试成主顾很爱水煎系列。今天来到更简单的水煎水炒高丽菜猪肉。说真的，我自己也超爱水煎系列，但有朋友在问能不能更短时间做出水煎的料理，因为之前的水煎五花肉、水煎牛肋条都是比较大块、比较难煮的大小，但说实话，炖个牛肉也要炖个1小时以上吧。我觉得水煎法算是缩短了时间，并没有比较麻烦。嫌麻烦的朋友没关系，今天这一道你肯定觉得简单多了，5分钟以内保证端上桌。赶快来看看到底怎么水煎水炒高丽菜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先来处理高丽菜，你要叫它包菜、玻璃菜也可以，建议大家就买台湾的，千万不要买到进口的。上次买了一颗进口的，哇哩嘞，那个是鞋垫吗？怎么都煮不软，然后还苦苦的。建议大家买台湾的就好，叶子的部分用手剥，梗的部分可以切细一点，口感才好。用水煎水炒法的肉片呢，建议要带油脂哦。首推用梅花肉片，口感也软嫩香甜，好吃。一定要带点油花哦，否则会太瘦太柴了。大概就是选这种肥瘦参半的特别好吃。没有梅花的也可以选择去皮的五花肉片，有点像是培根的概念，效果也不错。我这盒算是比较瘦一点点的五花，但是效果也是很不错。不管你是选哪一种哦，基本的分量就是可以铺平在你用的锅底的分量。接着我们要来调一个拌炒的酱汁，因为算是水炒水煎法，一定要有水分，用水分去引出肉里面的油脂，也算是提供一个水汽，有点像是水蒸的概念。锅中我们就完全不用另外加额外的油，把带油脂的猪肉片呢铺平在锅底，基本上只要铺满锅底就可以。如果喜欢肉多一点，想要铺2层，当然也是可以。那我这个就是30公分的平底锅，全部铺满，然后表面铺上蒜碎，想加辣的这时候可以加上辣椒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开火，大约加热个2分钟左右，就是大概锅底的肉释出些许的水分跟油分，然后开始有点反白变色。记得用密封良好、导热均匀的锅，因为导热均匀基本上不用翻动。接着把高丽菜梗菜叶呢铺平在肉片的上方，铺满堆满都没关系，就是放着整个锅子都满满的。这个大概有半颗高丽菜的分量。最后表面淋上刚刚调好的酱汁。然后火力保持中大火，盖上锅盖，计时3分钟左右。这时候食材跟酱汁内部的水分会在密封良好的锅子当中呢，造成一个水汽的循环。你也可以说像是在水蒸，所以这个做法也有人叫它水炒、水蒸或是水煎。3分钟之后我们就开盖，这时候的高丽菜叶呢已经差不多都软塌了，但不是过软哦，还会有脆脆的口感，所以快速的翻拌一下。让酱汁、肉片、蔬菜可以完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因为还是中大火，对酱汁呢也算是有一个收汁的作用，所以火力不要突然调小，整体翻拌均匀，再收一下下水分。哇哦，光听这个声音就马西手哟。最后翻炒个几下，然后淋上冷压芝麻油，提个香气。喜欢的还可以再撒上些许的白芝麻粒。一盘喷香美味的水炒高丽菜猪肉就大功告成啦！超简单却不失美味的水炒高丽菜猪肉，等你交作业咯。I go for the gold. I never thought you were easy prey. I just knew I was sold. You probably knew all along what my intentions were.
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